我说：我早晨就匆忙出诊，回来就门诊，午膳完毕又要出诊，接着又是门诊，晚间总要到7、8点钟才回家。我和这个挂号小汪连谈话的时间都没有，怎会知道这些琐碎的事情？既然你一心这个人不大放心，我可以即刻叫他上来，你当面问他，立即可以得到一个结果。姓谭的就说：好，本来我疑心你也有份拦截我的邮电，现在你这样坦白，我倒很抱歉。不一会儿，小汪就由我叫了上来，我便把谭某告诉我的事告诉他，并且申斥他说：你不应该签收了谭先生的邮电不交给他。此言一出，不料小汪态度很自然而镇定，一点没有惊惶之色。他说：我接到的文件件件都亲自送到上边，从来没有拦截过一件。至于你儿子送来的信，我根本没有签收过。他说话的时候讲得很着实，毫无慌张的神色，而且富有乡下人土里土气的忠厚相。谭某看了他的模样，也觉得奇怪，这个人很诚实，不像会吞没他的邮件。他说：我现在也相信你的话，但是儿子的一封信回单簿上有你签名。小汪听了，很自然地说：你尽管把回单簿拿来对，就可以水落石出。当时谭某也拿不出回单簿，一时竟无次以对，小汪就施施然要下楼去，临出门口，回过头来对谭某说：我做的工作是受雇于陈医生，代你收信只是一种义务，你既不信任我，可以另派一个人坐在楼下，每日等候收取你的邮电和接待你的来宾。谭某听了他的话，倒为之一怔，心想多雇一人，耗费太大，只好回过来向小汪说好话，叫他不要生气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谭某写字台上的电话铃响了，只听见他用一口流利的日本话，差不多讲了20分钟。本来我站起想走，谭某用手招呼我，要我再坐一会儿。我坐着听这些话，才恍然领悟，这种谈话方式与我在齐齐路听到的仿佛相似，因此我想到齐齐路特务机关的那幕戏，可能就是他搅出来吓我的。谭某听完了电话，就对我说：陈先生，我和日本人交往，为了生活，实属不得已，但是我对你暗中处处起着保护作用。绑票风行，你没有被绑，日本人进租界之后，你一次没有受到骚扰，都因为我住在你的房子里。一切特务机关、警察局都奉命对这个屋子加以保护，你才得平平安安，始终没有纠葛。本来我不想讲给你听，但是现在因为我有无数重要文件都没有收到，因此请你对阿汪特别留意，看他是不是蓝衣社安排在这里的间谍。我当时就想到谭某一定是一个不出面的大汉奸，所以在特务机关里见到的一张新城区地图上，我的诊所竟有一个红圈。想到这里，我就慷慨激昂地对谭某说：我一向行医为业，从不参加政治，所用的挂号先生，你也看得出这般斯斯文文，是个足不出户的乡下青年，怎能当间谍？是什么人，一见就会辨别出来，你阅人多矣，怎样也瞒不过你。倘若你认为他是间谍，可以立刻加以拘捕，我绝不偏袒他。现在日本来的飞机少，船只近乎不通，日本货一件也运不到上海，邮件的失落也在意想之中。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我绝不干预你的事，也希望你不要多猜疑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回头就走。
我的这几句话，意思叫他不要玩手段来威胁我。这次谈话之后，过了4个月，日本本土已遭到美军的轰炸，败相毕露。与谭某往来的人物都是垂头丧气。有一天，我无意中计算电报局前后送来4次电报，那位挂号的小汪竟完全放在抽屉中，一件也不送上去。我见到这种情形，夜里对小汪说，我明明看见有4件电报，你一件也没有送上去，真是太大胆了。小汪竟然面不改色地对我说，抗战是必胜的，我的父母和哥哥都是在日军入驻江阴时被他们刺死的，后来曹老伯也被刺死，此仇我非报不可。说着就到我的客厅中，从一张靠墙的候诊人坐的长沙发之下取出10几包东西，打开来一看，全是谭某所说遗失的邮电文件。他很轻松地对我说，我绝不会连累你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要是怕事的话，我明天带了这些文件就走。我看他这种神情，对他肃然起敬，只要你做的机密，尽管做下去，我只当不知道就是。小汪也默不出声。现在要补上一笔，就是后来日本投降之后，谭某就失踪了。他的儿子叫了一辆搬厂车，搬了一部分家私出去，他的妻子却依然单独霸占着我的房子，不肯退租。小汪貌似土头土脑，潜在的智慧实在丰富至极。他暗中记住搬厂车的公司名称，到那家公司查出谭某搬往虹口迪斯威路、金利阳路某号。他还向我借了一只望远镜，告假半月，每天到迪斯威路谭某匿居所在，在对面的天台上伺机观察。那时节，国民政府已迁回南京，上海方面则大举逮捕汉奸，同时将日本军人全部缴械。拘留在上海的日本人都集中在惠山码头仓库里，由美国船只一船一船地运返日本，但有一个主要条件，日本军民的财产，包括银钱、首饰以及枪械等等，一律留下，不准带出。所有的日本人穿同样的白色布衣，陆陆续续地被全部遣送回去，不准再留一人，私自留下的当奸细办。还有日本人将财物寄存在中国友人处，也有处分。